今天相關經濟學呢，我們非常榮幸呢，再一次邀請到癌症關懷基金會的董事長陳月卿老師。月卿姐你好。你好，金哥好。我不能叫你哲青哥。对，忽然间东带不起，对，没關係啦，沒關係，輕鬆就好了。對啊，月卿老師帶來這本書《超級綠拿鐵抗發炎修復飲》。其實這本書呢，我們看之後，覺得裡面有很多案例，非常的感動，很勵志。那其中有一個膽囊癌的這個故事，我覺得相當值得跟大家分享。对，那這個人呢叫婉婷，那他是一個安親班的老師，非常負責認真，所以常備課到深夜，然後就是熬夜，然後3餐不定時，又喜歡吃炸物，所以終於呢，到2024年的7月的時候呢，他就發現怎麼尿尿變成茶色，怎麼大便變白色，然後眼睛皮膚都發黃，然後他去檢查，發現確診膽囊癌4期。所以他一面接受醫生的這個看診，一面呢他就開始上網去搜尋資料，就看到我的影片，所以呢他就立刻改變他的生活形態，每天晚上9點半一定上床，然後每天早上呢5點半起床，然後早晚呢慢跑30分鐘，然後走1萬步。然後他的飲食早餐吃得非常豐富，一定有一杯綠拿鐵然後呢再加上優格碗除了有優格，裡面有很多的莓果然後還加上一些那個燕麥片，然後這裡呢有蛋白質，有水煮蛋嘛，有青菜，然後它的主食是地瓜然後再加上1份的水果，然後午餐呢他就喝另外一杯叫豆穀漿，它是用黑豆打的，然後就補充植物性的蛋白質，然後呢他再加上還有一些蛋白質，然後再加上蔬菜還有菌菇類，然後是他的蔬菜盤。那中午吃完了以後，晚餐他就不吃了，因為他早睡嘛，所以他減少腸胃的負擔。就這樣子下來2025年5月多的時候，他去檢查，醫生就發現他的癌細胞腫瘤縮小，而且那個指數越來越低，然後到7月的時候就說他完全找不到了，就完全痊癒了。所以他非常感謝醫生的診斷，但是他認為生活形態對他幫助非常大。就我家人之前就得了大腸癌4期，而且還擴散到肝。上一次那個月卿老師來的時候，對，然後剛好那次我們聊這件事情嘛，後來我就把書讓他嘗試綠拿鐵，就真的他現在就是正常過日子這樣子。所以我覺得他就是運動這件事情，還有規律的生活，再加上他聽醫囑，但我覺得這種就健康的飲食是一個最大的核心，就是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然後讓他們去這個發揮作用。我覺得這個身體自身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好，接下來呢，我就介紹2道綠拿鐵，都跟保護我們的肝有關。這2道食譜呢，在後面10日綠拿鐵呢，也都適用的哦。好，我們先來介紹第一道清肝的綠拿鐵。現在西機出現了，大家趕快截圖，因為上面的1人份的分量寫得非常的清楚。好，那食材有哪些呢？我先幫大家介紹。第一個呢，就是青花芽苗，它的蘿蔔硫素非常非常的高，比青花椰菜高了幾10倍。那它對脂肪肝呢也有效果，不僅可以幫助肝的解毒的作用，而且還有可以防止脂肪堆積。那它如果再加上高麗菜，它們是十字花科蔬菜，2個加起來的話效果更好。那接下來呢，特別介紹一下就是番石榴，也就是芭樂。芭樂的維生素 C 非常高，皮又有多酚。那它呢，如果加上檸檬再加上姜黃還有黑胡椒的話，它的抑制發炎的效果會更好，抗癌效果也可以提升非常多倍。另外千萬不要輕忽了這個大豆胜肽，那它是蛋白質，如果我們在綠拿鐵裡面沒有加入蛋白質，你很容易飢餓，而且呢也可能會增加你肌少的可能。其實很簡單把它倒進去就可以了。我們把軟的先放下面，我們一共要打1分鐘。這是每天都可以喝一杯的護肝綠拿鐵。接下來介紹這一道呢，非常適合這個季節。它不僅呢護肝護眼，同時還可以幫助你清心火，保護心血管，同時呢還可以讓你舒爽安眠。现在呢西機出現了，趕快截圖哈，這是1人份的食材都在上面。接下來呢我就來介紹一下每一個食材它的效果哈。我
我們可以看到有十字花科，我還是選高麗菜，因為它又護胃，而且味道又好，再加上紅蘿蔔啊，然後再加上這個番茄啊，它們都是可以幫助我們護肝護眼。那另外呢，芹菜、這個小黃瓜這兩個加在一起呢，都可以幫助我們的心血管啊。那另外我們也看到香蕉加亞麻仁籽加大豆胜肽，除了增加我們的飽足感呢，也可以幫助我們降血壓、降血脂啊。香蕉的水溶性膳食纖維也可以幫助我們排便順暢。一樣啊，打1分鐘，因為那個亞麻仁籽，我們是現打，就把亞麻仁籽的皮磨破，然後讓裡面的好油出來。好，這也是可以每天喝的一杯綠拿鐵，但是要注意哦，我們香蕉呢只有半條，因為香蕉很甜，然後不要因為它很好喝，所以你就拼命狂喝。怎麼樣？它就是它的这個豌豆，是不是？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強，這樣子。對，但我喜歡這個味道。對，如果你覺得它味道比較嗆你可以稍微減一點，也沒有問題。老師，我這個也很好喝它還蠻濃的，裡面有點香蕉的味道。它有點像果昔，它是香蕉。對啊，而且它有個好處，它可以安眠，讓你放鬆。我很需要。所以现代人很需要，真的。然後它也可以幫助我們便秘順暢。真的好棒哦！老師，那我們知道現在很多人想要減重就會去打那個瘦針，但是你的書裡面其實有提到說，不需要打瘦針哦。如果喝綠拿鐵的話，10天就可以瘦7公斤。一定要介紹這個10天狂瘦4到7公斤的這個10日綠拿鐵，因為在我身邊有好多的朋友實踐以後，都證實了它的效果。不過呢，有條件，也就是說，比較胖，然後你血壓、血脂、血糖都比較高，所以這樣的人呢，你可以進行10日綠拿鐵。它的好處就是不用挨餓，因為很多人就是在挨餓以後就功虧一簣，餓的時候你就喝綠拿鐵，每天可以喝到4杯都沒有問題。然後你餓的時候還可以吃水煮蛋吃圓形的，比如說你啃一個芭樂，啃一個蘋果就很撐了嘛。對，你還可以吃一點點堅果，雖然綠拿鐵已經有堅果，但是你如果還再加一點點堅果，因為堅果也很耐餓，而且有的堅果呢也會增加你消耗的熱量，所以也是不錯的。第二個呢，就是因為你在喝的時候，你其實在養你的好菌，你會改變你的菌叢。我們喜歡吃什麼，不是我們自己決定的，是你的腸菌決定的，佔優勢的腸菌。所以你如果愛吃炸雞的話，表示你的那個壞菌，喜歡高油高糖的這種壞菌比較多。如果你喜歡吃蔬菜水果，表示好菌比較多。所以你這樣子把好菌養起來以後，你的味蕾也會改變，然後呢，你的身體就會進入健康模式，因為它可以把毒素排掉，然後你會進燃脂的模式、易瘦的模式，也就是說它會調控你的胰島素，增加你的代謝，所以平均都能夠瘦4到7公斤。有一個我認識的中醫師朋友瘦了12公斤，是最厲害的。团队最近給澤金看了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它有幾個飲用的禁忌第一個就是你完全不能吃任何一點精製糖，最好除了綠拿鐵、白水還有剛剛講的食物以外，其他都不要嘗試然後另外第二個就是加工食品，已經有很多很多的實驗證實對我們的腸道菌傷害最大的就是加工食品，甚至是超加工食品，所以加工食品一律 no。第三個呢，紅肉白肉也是不需要的對，因為它現在是要加速你的排毒。那我們知道，像過多的肉食也是有增加你肝臟的負擔，然後增加你身體裡面很多的廢物。那它要努力排毒的話，你這個時候就不要再吃過多的這些東西然後那個精緻的碳水化合物也是不要吃的。那其實精緻的碳水化合物離糖也不遠了，就是白米白麵下面一個就白糖3白嘛，對，他們就是讓你的血糖快速的飆高，然後讓你代謝失常，所以這個也是不要吃的。第5個就是酒啦、咖啡啦、汽水啦，包括乳製品暫時也都不要，就是在10天之內都不要。那它還有一個就是，因為它不吃主食，所以最多只能
10天，只能10天而已。然後如果你覺得效果還不夠好，還想要再來，你最多2次，就是10天再接10天，不能太長。是，那然後就要恢復正常飲食。你恢復正常飲食，這些不能吃的東西都不要吃。那你的主食吃什麼呢？像剛剛我們講婉婷吃的地瓜啦，代替飯啊，對，就直接可以代替飯的東西。对，那它是主食，但是它有膳食纖維，還有很多的抗氧化的作用。老師，但是我听說，為什麼有人喝這個綠拿鐵好像越喝越胖？為什麼會這樣子？的確也有一些人哈。我最好笑的是我一個粉絲，他說：“老師，你說核桃很好，所以我加了1匙核桃。芝麻不是會讓我們頭髮黑嗎？我又加了1匙芝麻。天哪！我說堅果只有1份，1份就是1湯匙。對，所以你不可能每一個都1匙，你加起來就超過，那都是很油的東西哈。然後還有很多人就是喝了很容易餓，為什麼呢？就是很多人以為我只要加蔬果。堅果有好油，可是他忘了一定要加蛋白質。還有一個就是很多人加很甜的水果，而且水果加很多量，這樣血糖就升糖快。然後還有我有時候也會加很多讓其他綠拿鐵加分的食材，譬如說我很喜歡芽苗、抗發炎的薑黃啊、黑胡椒，他們2個是 buddy。那我現在呢，我會加優格，因為加在優格裡面，我會增加那個鈣質，然後它可以增加我們唾液裡面的免疫球蛋白，所以也是很好的。所以像這些讓綠拿鐵加分的食材，我覺得是可以加的但是如果就是會讓我們過胖的，可能你要小心一點。是，老師，那像你剛刚提到這個10日綠拿鐵啊，有沒有哪一些人特別不適合，或是說他跟某些藥物會有抵觸嗎？你若貧血，你若很瘦，然後你若懷孕，你若是老人或者是小孩，甚至你是有腎功能的缺失我們都會建議不要。那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疾病的話，你最好要跟醫師諮詢。現在已經罹癌白血球太低了，就你營養不良的人都是不適合的哈。然後有一些食材，特別是跟藥物容易抵觸的，譬如說像葡萄柚我們知道葡萄柚呢，它其實是會讓其他藥物的效果加成。所以我們要小心。還有，如果你有吃抗凝血劑，那有一些維生素 K 的東西，像什麼羽衣甘藍吶，羽衣甘藍羽衣甘藍這些都要小心。所以我覺得，其實健康的人都很適合每天當做日常飲食的一部分。我是把它當做我的早餐啦。我們很多的癌友也是納入他的飲食體系裡面都沒有問題。但是你身體有些特殊的那個狀況的話，我覺得跟營養師諮詢是很必要的。是那我們的癌友其實都是在營養師的照顧底下，所以我们會給他做抽血的檢查，然後知道他身體的狀況，然後知道他癌症的級別，所以我們可以按照每一個人來給他個人化的飲食指導。是，對。老師，我剛剛聽到這個10日綠拿鐵有這麼多的好處但它有沒有固定的配方呢？還是說它有什麼樣的方式？很多人都會比較關心，就是說那是不是我所有食譜都適合10日綠拿鐵那如果裡面比較有一些主食類的，像有的時候祛濕的時候，我會加入4神湯那這個可能就不適合。那它是幫助你祛濕，但是它可能裡面有主食的成分，就不要在10日綠拿鐵的時候暫時不要實施。對，因為上次那個月清老師來的時候跟我們分享這個綠拿鐵之後，就下面一排就很多人有疑問那包括就是說到底需不需要選有機的，然後這個青菜不是說要燙過才能吃嗎？就有各式各樣的老師你怎麼看呢？第一個就是葉菜類如果是我的話，我通常會買有機蔬菜在我先生生病的時候，那當然要給他最好的。但是現在也有一些履歷的蔬菜那也有一些無毒栽種我覺得只要你信任這個商家，那你都可以。我最建議的就是買當季當地盛產的綠色的蔬菜或者其他顏色都可以。然後一定很重要就是清洗得很乾淨那我們都知道要用流動的水清洗大概至少要清洗個2分鐘，因為就算有一點農藥的殘留，因為它是水溶性的，所以流水會把它帶走。然後第3個呢，我覺得非常重要，一定要穿燙。就算有機蔬菜，它有時候也有蟲卵所以我們要殺青，要殺蟲卵。然後呢，我們也可以減掉一點多餘的草酸所以這個都是好處。然後它也可以改變蔬菜的性。因為中醫說綠色的蔬菜都比較性寒嘛，但是你經過燙過以後，比較沒有那麼寒所以
在處理的時候也要注意，就是你的生熟食哈，一定要分開。像我的話，我一定會是一個專門的水果。如果蔬菜就是蔬菜，就不要跟其他的砧板合用。對，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原型食物的話，直接吃不是比較好嗎？很多人都有這樣子的疑問。對啊，包括我自己。但是呢，我為什麼會被這個說服哈？因為一開始我先生是根本不肯吃，所以我必須要讓他把蔬菜打碎了，他才能夠吃到蔬菜的量。可是後來我看了那個 BBC， 他有一個節目叫做《食物的真相》，然後他後來出了書，在那個書裡面呢，記載了他們一個實驗。那這個實驗就是他找了3群人。一群人呢，就讓他吃優格，一群人就有好菌嘛。一群人呢，就讓他吃高纖蔬菜很多很多。一群人就是含有纖維的果汁啊。那看哪一群人呢，他的那個菌群改善的最好。這個實驗做下來以後呢，第1名是誰？當當當當，是他，還是綠拿鐵？就是含纖維的蔬果汁。然後因為我們又均衡啊，所以比他的更好，因為我們還有好油，還有蛋白質。那第2名才是用嚼的。我還是非常鼓勵咀嚼。那我只有贊成你一天只要喝1杯啊，或者說2杯綠拿鐵就好。你還是不能忽略咀嚼，因為咀嚼就是在按摩腦底。我們現代人有惰性，第一個你沒有咀嚼的那麼細，第二個你碰到粗的東西你就把它丟掉了，所以你膳食纖維吃的不夠。所以理想跟可實踐，有的時候可實踐可能更重要。我就覺得綠拿鐵是可實踐。老師，那我之前有個朋友問我說，他手腳比較會冰冷啊，他覺得說，這個綠拿鐵如果他身體比較寒的那種人怎麼辦？這樣子要怎麼吃？對，第一個在食材選擇上，我就選中性的就是熱的人也可以吃，寒的人也可以吃。第二個，如果說我吃了以後我覺得還是比較寒的話，我可以加薑。因為薑還是可以抗發炎的。入口的溫度是我比較重視。因為中醫都說不要吃冰的嘛，無論是春夏秋冬，我都是讓它維持在手心的溫度，就是37.5度。是，入口很重要。不僅僅是癌友，包括了健康的人，你可以好好思考這個問題。那最主要就是說，如果真的生病的話，還是遵從醫囑，對不對？然後從生活上面來改善。所以今天呢，透過這一杯这個抗發炎修復飲，來謝謝月馨老師，謝謝你，謝謝，祝大家健康哦。